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。接下来公布的是华夏金曲奖获得者假面天后。姐姐好美啊！姐姐，姐姐好，姐姐好啊！姐姐。或许今天是该告别了。在秦总失明之后，就不愿意接触任何人。我都说了，谁都别进来！先生，这是新来的护工，都别来烦我，滚！啊！风车哥哥，这么多年我终于又见到了你，可你却这么痛苦。你眼睛看不见，抗拒正常人接触，或许只有和你一样有缺陷，你才能够接受我。那我就扮作哑巴，守着你，陪你度过黑暗，做你的双眼。我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将退出歌坛生涯。姐姐，别走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你别走啊！姐姐，我来呀，姐姐，你别走啊，姐姐！假面天后巅峰时刻退圈，背后有怎样的秘密？风车哥哥，我来陪你了，我来陪你了。假面天后退圈10年，今日有确切消息传出，假面天后即将回归，让我们静候佳音。妈妈，假面天后好像要回归了，我可喜欢她唱歌了，太好了。会的，相信她不久后就能回归了。晨晨，刚刚医生说爸爸很快就能看见了。太好了，爸爸终于能看见我和妈妈了，那我比赛那天爸爸也能去看啦。自从退出歌坛后，秦墨娶了我们还有了晨晨。当年为了他能接受我扮成哑巴10年。如今他恢复了，我也能重返歌坛唱歌，一定能给他个特别惊喜。还有，我们又有一个小宝宝了。进来吧。是爸爸，爸爸他能看见了。为了照顾我双目失明的老公，我扮作哑巴10年。没想到你双眼复明第1天就带了别的女人出现在我面前。秦墨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想来找你，可家中变故，他们又替我安排了婚事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是我没有及时找到你，让你受了这么多的委屈。小铃铛，秦墨将我认作假面天后，他那个失散已久的白月光小铃铛，那我就顺水推舟。我不怕受委屈，只要知道你还好就够了。可是我害怕你会恨我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恨你呢？小铃铛就是我心中唯一的。那就好。对了，如今我也已经离婚了，这是我的女儿婉婉，来叫叔叔。秦叔叔好。真乖。爸爸，你不理我了吗？我是晨晨啊。你是晨晨？对啊，爸爸，你终于能看见我们啦。你是顾小雨？秦墨，这位是……你好，我叫顾小雨。哦，他说不了话。秦墨，你找个哑巴保姆照顾你真是太好了。哑巴不仅不会吵架，还一定特别听话，对吗？我是秦墨明媒正娶的妻子，不是你口中的哑巴保姆。秦墨，他在张牙舞爪什么呀？顾小雨，你在瞎比划什么？我看不懂。老公，你双目失明，我照顾你10年，
可你能看见了，却开始嫌弃我是个哑巴了吗？是啊，秦墨，以前你们可以用盲文交流，可如今你能看见了，他做手语，你们怎么交流啊？妈妈能写字，我还能帮爸爸翻译呢，真麻烦。我妈妈唱歌好听又漂亮，可不像你妈妈是个哑巴。你凭什么说我妈妈？啊！你干嘛？秦叔叔，他推我，真的好疼啊！晨晨，你干嘛呢？道歉。晨晨他没错，他只是在为我说话。为你说什么？婉婉说的有错吗？打人就是不对。我不能说话让你丢人了是吗？顾小雨，看在你照顾我10年，还生下了晨晨的份上，你要的钱，你要的地位，我全都可以给你。但是如今四楼夫人，她在外面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弥补她。可晨晨是你的孩子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我肚子里又有了我们的二宝。你别瞎比划了，我看不懂。希望有一天你真的不会后悔。我不会后悔。不许放弃爸爸！我的孩子，不许放弃爸爸！妈妈，我的孩子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没事吧？不说，我都看见了，明明是他把妈妈推倒的。你这么小，怎么能诬陷别人呢？我明明看到就是他自己摔倒的。秦墨，这晨晨是怎么教育的？又是动手，又是撒谎。过来，我真应该好好管管你了，是吧？爸爸，我没有骗人，你快看看妈妈，救救妈妈呀！你没事吧？爸爸，快带妈妈去医院！来，我带你去医院。秦叔叔，你不是答应和我们一起去吃饭的吗？是啊，秦墨，一说我们要走，小雨就摔倒了。他不会是不想让你走，他故意摔倒的吧？哦，顾小雨，你是在跟我耍心机是吧？就摔了一跤，能有多大的事儿？走，我们去吃饭。来。秦墨，我照顾了你整整10年，你的眼睛复明了，现在你却转身去找了别的女人。如今看来，真正眼瞎的人是我。医生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主任，现在胎儿胎心很不稳定，情况危急，准备加强药物，保持胎儿心跳。不行，心跳越来越弱，加快药量。对不起，孩子没有保住。怎么样了？医生，我老公还不知道我怀孕了，孩子没了的事，麻烦请帮我保密。妈妈，你好些了吗？顾小雨，你真的该醒醒了！你为了老公付出10年，他却为了个女人背叛你。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不过就是身体虚弱，你好好养病吧。还有，以后没事别在我面前耍小心思，做好你的秦太太，照顾好孩子。秦墨，我为你退出歌坛，放弃一切，得到的却是你冷眼相待，我们之间也该有个了断。所以，你真不打算要你的老婆孩子了？晨晨，你先出去玩。如果不是我双目失明的话，你一个护工能坐上秦太太，能怀上我的孩子吗？秦墨，
我跟你生活10年，到今天我才知道你竟是这么想的。好了，别说了，顾小雨，你以后能不能别没事找事，别带坏了我的孩子。你干嘛？有完没完？老公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老公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周末晨晨有一场歌唱比赛。晨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去看。好，我会去。秦墨，既然你不顾及10年夫妻感情，等晨晨的歌唱比赛结束，我就公布我身份，宣布我是假面天后，我们的感情也该做个了断了。妈妈，爸爸真的会来吗？放心吧，爸爸他会来的。这是爸爸第一次看我演出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这次歌唱比赛我来当评委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好苗子。对了，有假面天后的消息了吗？他宣布退圈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他的踪迹了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，还有你和爸爸。假面天后顾小雨，她怎么在这儿？晨晨，爸爸，你真的来了！哎呀，宝贝，想不想爸爸？想。听说今天是晨晨的比赛，我和婉婉来捧个场。小雨，你会介意吗？顾小雨，别以为你给秦墨生了个孩子就能坐稳邢台的位置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识相自己来改。小雨，你干嘛打我？怎么打起来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顾小雨，你还有一点母亲的样子吗？你当着孩子的面发什么疯？我儿子的演唱比赛，你带一个别的女人来干什么？思柔在音乐方面很有造诣，我想让她教晨晨，晨晨也可以进步的快一点。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晨晨。秦墨，小雨似乎不太喜欢我，要不还是走吧。顾小雨，你给思柔道歉。妈妈，这个阿姨不仅是个哑巴，还是个聋子。你妈妈才是个聋子。晨晨，谁叫你这么说话的？明明是她先不尊重妈妈的。婉文姐姐是个女孩子，你作为一个男孩子应该让着姐姐，知道吗？她为什么要说我妈妈？她明明是在开玩笑，我看你是在骂人。晨晨没做错，如果连亲儿子都不维护，那才是人心狗肺。这些年，小雨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秦总，既然这是秦氏集团的秦总，听说你的眼睛恢复了，真是恭喜啊！谢谢。就是那个失明的总裁，眼睛恢复后带领秦氏集团重新回到巅峰的秦总。没想到今天能见到这种大人物。闺女，这个小男孩他是你的同学，他爸爸呀是个大总裁，你以后啊多跟他玩。妈妈，他还是我的同学婉婉，他好像没有爸爸。谁说我没有爸爸的？你才没有爸爸，爸爸在这儿。这是我爸爸，我爸爸。秦总，这究竟谁才是你的孩子呀？晨晨明明是我们俩生的孩子，你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爸爸。秦总，这究竟谁才是你的孩子呀？爸爸，你不认晨晨了吗？你今天也不是专门来看我比赛吗？我和同学们都说过了，我爸爸不仅长得帅，还特别疼我。爸爸。从晨晨出生，你从来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。你之前眼睛看不见，不愿意带晨晨出门，晨晨总被人说没有爸爸，被人欺负。这就是晨晨为什么想让你看他比赛的原因。婉婉总被人说没有爸爸，这一次你可以替我撑撑腰吗？到底谁是他孩子呀？我猜是那个女孩。小男孩真惨，有个哑巴妈妈，爸爸也不知道是谁。唉，这是我爸爸，爸爸你说话。这个男人就是她的老公，怎么连认自己的孩子都犹犹豫豫？秦墨，你去帮我一次吧。秦墨，这10年都是我在照顾你，就算是条狗，
也该养熟了。你可是晨晨的爸爸，这也要让他受委屈吗？小雨的老公怎么一点担当和责任心都没有？风车哥哥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会让我们再受委屈的。不许信风车！小铃铛，我发誓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到伤害、受到委屈了。我要保护你！我是婉婉的爸爸。秦墨，晨晨是我和你的亲生儿子，你却不敢认他，在这给别的孩子当爸爸。小铃铛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那个人。顾小雨，你疯了吗？晨晨他什么都不缺，他是我的亲生儿子，毋庸置疑。但是婉婉，她受了太多的委屈。顾小雨，你真是太心狠手辣了！比起没有爸爸，有你这样一个哑巴妈妈，才更让人觉得丢脸。你瞧不起我，冷落我，怨恨我，这些我都可以忍着。可孩子要的是一个光明磊落、护他周全、给他骄傲和底气的爸爸，而不是你这种只会维护外人、让自己孩子受委屈的懦夫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晨晨跟你断绝关系，再无瓜葛。带上这个女人，滚远点！小雨，这些年秦墨花钱养着你，让你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离开秦墨，你怎么生活？你是不是在怨恨我？觉得我会抢了你秦太太的位置？可是我和秦墨的关系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还是走吧。思柔，你没有错，你不用走。小雨，你给思柔道歉，收回刚才的那些话，我可以当真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你是想要晨晨没有爸爸吗？从今天起，我就没有爸爸了。晨晨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。从你不愿认我这个儿子开始，晨晨就已经没有爸爸了。从今天起，我秦晨晨随母姓，不再姓秦了，以后只有顾晨晨。晨晨，晨晨，妈妈永远都会在你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你是妈妈的宝贝，妈妈一定会保护你，给你最好的未来。秦墨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陪你去医院。儿子，加油！妈妈会一直在。虾面省参赛选手顾晨晨。黑黑的天空低垂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。是晨晨的声音。小铃铛，你以前也经常唱这首歌。虫儿飞，花儿睡。没想到小雨的孩子和他唱歌一样好听。不管累不累，也不管东南西北。小朋友，这里，你的歌声让我想起来了一位故友，
平时是谁教你唱歌呀？季云川，他竟然在这里。是妈妈教我的。妈妈呀，那可以请她来台上展示一下吗？妈妈。可妈妈她不能说话。小雨，我知道是你。你消失了这么多年，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？曾经的你在台上光芒万丈，永远都是那么自信，那么璀璨，难道你就要一直隐藏下去吗？这一次，请做回自己吧，不要被他人约束，为他人而活了。做回自己。是啊，为了不值得的男人委屈了那么多年，我是该活回我自己了。你说翻越那座天空，会有谁在等着我？梦是会开花的云朵，每当阳光窗口滚落，像是你的小酒。秦墨，快走吧，我真的不舒服。等等。你说翻越那些寂寞，就会看到那花朵，一朵一朵甜。是小铃铛的声音。你说翻越那座天空，是假面天后的声音。她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假面天后真的回来了吗？难道她已经有孩子了吗？小雨，你终于重新做回自己了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小铃铛，你唱歌真好听。风车，如果以后我们失去联系了，希望你能记得我的声音。我会在最璀璨的舞台上唱歌，直到你能想起我。我一定不会忘记你，以后要给我唱好多好多好听的歌。我最喜欢听你唱歌了。让我们荡起双桨，落在了眼中，我抬起了头，幸好走过大不同时空，去见更好的顾小雨，你怎么会唱歌？是他，真的是假面天后。这次我一定要签下他。立刻帮我准备一份代言合同，金额无上限，我要签下天后代言。李思柔在我面前从来没有唱过歌，该不会是我认错了人？难道顾小雨才是我的小铃铛？小雨，晨晨，妈妈没有给你丢脸吧？太好了，妈妈，你怎么能说话了？唱歌也这么好听？怎么可能？顾小雨怎么会和天后嗓音一样？可我有确切消息，天后已经变故了。对，她肯定是模仿的，她是假的。天后，我一直都是你的粉丝，没想到今天能亲眼看到你。天后，能拍张合影吗？天后，您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是要正式复出吗？天后，请问您为何要隐藏身份这么久？不好意思，让一下，我带你们走，不然等下走不了了。是季云川，那个当红男星，他竟然认识天后。难道天后竟是为季云川隐婚？今天新闻呀！快翻译！小雨，这些年我找了你好久。季云川，好久不见。这些年我一直在等你。自从我退出歌坛后，就和云川断了联系，没想到他还在等着我。妈妈太好了，你能说话了，唱歌也这么好听。妈妈以后会更让你骄傲的，再也不让晨晨受委屈了。妈妈，你真的是假面天后吗？顾小雨，顾小雨，你为什么突然开口说话了？你一个瞎子都能复明，我会开口说话，很意外吗？顾小雨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是假面天后吗？你是小铃铛吗？告诉我说话呀！我是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对我来说很重要。秦墨，从你眼睛复明后，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可是你都不在意。
现在跑来质问我是谁，说对你很重要。好，我告诉你，我是晨晨的妈妈，是你抛弃的妻子，够了吗？我眼睛能看到是术后之后的，但是你为什么突然可以开口说话了？他要是讲不了话，那才奇怪吧？你又是谁？你好，季云川。秦墨，顾小雨的丈夫，晨晨的爸爸。秦墨，刚才你不是选择了别的女人，还指认婉婉是你女儿吗？现在改口的这么快，是良心发现了，还是白眼狼改吃素了？之前那是意外发生，晨晨身上流的是我们秦家的血脉，他永远是我儿子。你才不是我爸爸，我姓顾。晨晨，别乱说话。秦总，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呀。你，什么在这里？我们等到您了，天后您看我。天后看我认为您很符合我们公司的品牌形象，想让您成为代言人，价钱您看有什么要求都能满足你。这可是顶奢珠宝品牌代言的高层，据说拒绝了很多顶流明星的代言请求。天后，您是要付出了吗？我这里有一流团队帮您规划演艺生涯，您务必考虑一下。记得，您帮我说说好话。这可是那个王牌经纪人，好多大明星出道都是他策划的。选我，你考虑选我，你考虑一下我，考虑一下。妈妈，原来你这么厉害啊！妈妈无论是什么身份，永远都是你的妈妈。放心，还有我季云川呢。顾小雨，难道你真的是假面天后？他是骗子，我才是真的假面天后。认真的，你是假面天后？别急，让这个跳梁小丑再蹦跶一会儿。对，我才是假面天后。秦墨哥哥的小铃铛，顾小雨，你为了挽留秦墨，真是不择手段。知道我和秦墨小时候的事，就假扮我，演这么一出戏，是给谁看啊？顾小姐的声音和假面天后的声音一样，怎么可能是假扮的？等我唱了，你们就知道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你说你是假面天后，那你证明给大家看呢？对呀，您不如唱两句来听听。我最近身体不适，那我就清唱几句吧。那你唱。你说翻越这片天空，会有谁在等着我？没想到这个李思柔竟然能模仿我的声音。她的声音和蒙面天后的声音也如此的像。音色确实很像，但只是清唱，还只唱了2句，这模仿起来应该很简单吧？对。都说了，我身体不适，等我康复了，我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天后回归演唱会。秦墨，你来帮我操办如何？天后回归演唱会，李思柔，你胆子还挺大呀。不然呢？别以为能模仿2句就是假面天后了，到时候演唱会上可别穿帮了。你一个山寨货就不用担心了，等回归演出那天，我会在现场摘掉面具，到时候所有歌迷粉丝就都会知道，我李思柔就是假面天后。话可别说得太早，最近风云多变。那我们走着瞧。我有确切消息，天后早已病逝，我苦练了这么多年，模仿她的声音，她一死，刚好轮到我上位。好，走着瞧。顾小雨，你干嘛去？差点忘了，我跟你还账没算呢。跟我还要算什么账？顾小雨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秦墨，结婚的时候，你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会爱我一辈子，你做到了吗？生完孩子，你说你要当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，你做到了吗？我判你的眼睛复明判了10年，可是你眼睛复明那天却带着别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我是你的妻子，晨晨是你的孩子，在这段婚姻里你做了什么？从今天起，我顾小雨只为自己和孩子而活，不会在你身上浪费1分1秒。明天下午2点，民政局见。我们离婚吧。
顾小雨，你要跟我离婚，就为了这个男人？你是觉得你现在有了靠山，敢跟我提离婚了是吗？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眼瞎，没想到啊，心也瞎了。我们走。小雨，帮我打听一下顾小雨住在哪，顺便约一下她明天的时间。是。没想到这些年你过得这么不容易。等把这些事情处理完，我会回归的。真的吗？我可太期待你重回歌坛了。放心，我一定全力帮助你。哎，别光看呀，来，晨晨吃点肉。顾小雨，你还真是敢呀！顾小雨，你还真是敢呀！我已经准备跟你弟弟秦墨离婚了，大姑子，请你别来纠缠。难怪着急着离婚呢，原来是找了个小白脸儿。请你把嘴巴放干净点，这是心脏看什么都脏。你会说话了？好啊，你装哑了10年，你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你是想害我弟弟吗？还是想抢我们秦家的家产？我如果想害你弟弟的话，这10年里哪天不能动手啊？还用等到现在？你们亏欠了小雨这么多年，现在却反过来倒打一耙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亏欠他？自从她嫁入我们秦家，哪一天不是当成大小姐给供着的？难道她哑了也是因为我弟弟吗？她就是。哼，你还心虚了？看在你是晨晨姑姑的份子上，我不想跟你计较，有事情让秦墨来找我。没什么好说的，顾小雨。想想这些年，你无非就是在家打扫个卫生，带个孩子，做个饭，干的都是下人的活。除了这些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为了秦家，我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自己的事业。我日夜操劳的养大晨晨，照顾秦墨，全年无休的做一个全职主妇。你一句话就想抹杀我所有的付出。别忘了，当初是你们秦家求着我进门的。那是我弟弟看不见，看你是个哑巴，可怜你才娶你的。现在他的白月光思柔回来了，他们俩可是真爱。而且思柔还是假面天后，为了我弟弟退圈，找了他10年。他们的感情深厚，你连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秦家呀，真是一窝子白眼狼。用得着我的时候我是秦太太，但凡以为能找个比我好的，就想一脚把我给踹了。我为秦家浪费了我10年的青春，他李思柔为秦家做了什么呢？少废话，要离婚就干脆点，签了他。姐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秦墨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姐把离婚协议都带来了，正好可以签了。秦墨，你来的正好，顾小雨啊在和这个小白脸约会呢。季云川，顾小雨，你就带着晨晨和这个姓季的在一起，晨晨会怎么想？你好意思提晨晨？你在外人面前不愿意认晨晨给别的孩子当爹的时候，你想过晨晨的感受吗？晨晨的懂事，他懂事就应该被欺负，忍气吞声吗？晨晨这几天一直睡不好，梦里都在哭，全是你这个父亲害的。这些天我会多抽时间陪他的。得了吧，迟来的父爱比草贱。顾小雨，看在你给我们秦家生了一个儿子的份上，我们也不会亏待你。离了婚，把晨晨留下来，这卡里有500万，算是我们秦家对你的补偿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500万带走晨晨，你们秦家可真够大方的。不过这份心意我不稀罕。别人离婚，我家人就算是再有意见也会开口劝和，你们倒好，一上来就抢孩子。秦墨，你就是这样对待顾小雨的？小雨，闭嘴！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孩子。顾小雨，你别得寸进尺。怎么嫌少啊？1000万够了吧？按照规定，晨晨已经8岁了，抚养权的选择他可以自己做主。晨晨，来，告诉他们你是选择爸爸还是妈妈。晨晨，爸爸和妈妈要分开了，你是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？晨晨，这几天啊，爸爸做的是不对，你跟爸爸回家，
爸爸一定好好补偿你。爸爸给你买特别多的玩具，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晨晨，我是你姑姑呀，跟着你妈以后呀只会过苦日子，跟着你爸以后呀也花不完的钱。我才不稀罕你们的钱！我生病的时候是妈妈整夜在照顾我，我被欺负的时候也是妈妈在保护我，鼓励我。妈妈从来不会让晨晨失望，妈妈是我的骄傲，我只有妈妈，我只想和妈妈在一起。晨晨乖，真是妈妈的好孩子。看到了吧，晨晨选择的是我，抚养权的归属没有意义了吧？晨晨，你是不要爸爸了吗？哎呀，算了，秦墨，晨晨就让给他吧，反正晨晨是咱们秦家的种，早晚都会认祖归宗的。哎呀，不就是儿子吗？你现在和思柔在一起了，让思柔给你生一个不就行啦？姐，想得真美。顾小雨，我也奉劝你，离了婚别打着秦家太太的旗号。明天我就会对外公布，思柔才是真正的秦家太太，秦墨根本没娶你，儿子也不是秦墨生的。秦家太太，我还真不稀罕，我现在就签。你为这样的秦家付出了这么久，还真是心酸呀。无所谓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傻？顾小雨，你认真的吗？你看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？所以你现在是为了他才要跟我离婚是吗？秦墨，我有时候真分不清你是真傻还是装傻。我们走。顾小雨，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搬家。收拾完这些，就可以彻底和过去说再见了。用不用帮你叫一个搬家公司？不用，东西不多。哟，这么懂事儿啊！东西自己都收拾好了呀。顾小雨，你离开秦家了之后，你还能去哪儿？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他们秦家能给你的，我都能给。你别碰他！别碰我的应该是你。顾小雨，你不是你欺负我妈妈。晨晨，爸爸没欺负啊。你就是在欺负我妈妈。晨晨，你真的不认爸爸了是吗？秦墨，作为丈夫你无所作为，作为父亲你毫无担当，你的每个决定里都没有我和晨晨，现在在这假惺惺的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哎，还想干什么？我得看看这箱子里面有没有偷拿我们秦家的东西。哎呦姐，你看，起开！好，姐。顾小雨，你还真是喜欢我弟弟呀！离了婚也不忘把东西偷偷的拿走，你还真够恶心的。想多了吧？离婚了不就应该分清东西吗？小雨，别多想，也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是你们搞错了吧？我们搞错了。秦墨，咱们俩是合法夫妻，是你婚内出轨有错在先，所以你的财产一半得归我。你的公司股份一半给我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晨晨也选择了跟我。这些东西是给你收拾的，拿着这些东西滚！哎，顾小雨！哎，顾小雨，你别走，这是我们秦家的房子。顾小雨，你再走的话，我报警了！哎呀，气死我了，这怎么办呀？秦墨，关于离婚赔偿，如果你有异议的话，我们可以走法律程序。但是我不接受任何条件。走，顾小雨，你……哎呀，好了，姐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。我拿。你要这干嘛呀？终于清静了。哎，宝贝，你饿了吧？先上楼玩会儿，妈妈一会儿给你做饭吃。好呀，最喜欢妈妈做的饭啦。小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这种渣男我也是看清了。离开了，挺好的。是啊，反正就当及时止损了。对了，云川，你帮我筹备一下回归演出的事宜吧。好，本该在舞台闪耀的天后，是时候回来了。恭迎天后回归。谢谢。
这次华夏金曲奖那边邀请你做开场嘉宾，到时候啊，圈里的大部分人还有最知名的媒体都会来，一定会是一场最隆重的回归仪式。这是详细的计划，看一下。没事的，云川，我相信你。对了，晨晨，你闭上眼，我给你变个魔术。哒哒，我知道你喜欢变形金刚，特意给你准备的。云川，你费心了，快谢谢叔叔。谢谢叔叔。秦墨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不是要准备天后回归的演唱会吗？我约了个资方带你见见。可是我的身体还没恢复好，可以再等等的。没事，先见见。顾小雨，顾小雨，你带着晨晨来这儿干嘛？齐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一个外人都能在这儿，我作为晨晨的父亲，我看看他怎么。你怕不是忘了，你已经和小雨签订了离婚协议，正在走流程。你说的离婚流程，只要1天没签，顾小雨就永远是我的妻子，晨晨永远是我的儿子。晨晨才不需要你这样的父亲。小雨，秦墨只是想多陪陪晨晨而已，你没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吧？更何况，即使你跟秦墨离了婚，秦墨也有权利探望自己的亲儿子啊。李思柔，你少在这和稀泥。秦墨要想探望，好啊，那先把这些年欠的父爱债还清再说。小雨，我会弥补晨晨。晨晨，以后阿姨带着婉婉陪你玩。我才不跟他玩。晨晨要有礼貌。没事的，晨晨还小，不懂事也正常。我和秦墨刚好在等人，要商讨演唱会的事，人还没到，不如我们坐一起，秦墨也能多陪陪晨晨。小雨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怎么，你还真打算把演唱会办起来了？我作为天后办回归演出，不是很正常吗？可我怎么听说，在下周的金乐奖开幕式上，天后将作为特别嘉宾出席呢？是啊，那只是我回归环节的第一站而已。什么开幕式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看来要让秦墨帮我安排一下参加了。到时候台下坐的可都是资深的音乐人、歌手，你可别太紧张，穿了帮被别人发现你不是假面天后，那可就惨了。怎么可能？我作为如假包换的天后，到时候一定会闪耀全场的。天后已死，我模仿的声音根本就没人能看出来，我就是天后。那我就期待一下你的演出。这女人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，装天后装上瘾。等开幕式那天，大家就会知道谁才是真的假面天后。你是那个比赛唱歌的姐姐，姐姐我好喜欢听你唱歌，超喜欢的。姐姐你唱歌和天后简直一模一样。姐姐你今天再给我们唱一首吧，我好想听。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，唱一首。既然大家喜欢，那我就为大家演唱一首。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，我们像没发生事一样，自顾地走在路上。姐姐唱得太好了吧，比你好看。姐姐就是蒙面天后吧，简直太像了。叔叔，妈妈唱歌可真好听。当然了，你妈妈呀，可是大明星呢。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，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。为什么你和假面天后的声音如此的像，就连唱歌的样子也和小铃铛这么的像？这不可能，他既然能模仿的这么像，那我就不得不毁了你了，这样就没人能阻碍我成为天后了。其实都没有，帮我准备一杯饮料，能让人变成哑巴的那种。假装我很怀旧，我也曾经憧憬过，后来没结果。我太喜欢妈妈唱歌了。晨晨，过来。晨晨，爸爸问你，最近是不是一直跟这个叔叔在一起？是啊，季叔叔对我们可好了，他还给我买了变形金刚呢。爸爸以后给你买更大的变形金刚，以后会加倍对你好，好不好？
我不要了，我已经有叔叔给我买的了。我很怀旧，假装我很痛。小雨，你唱的真好听，嗓音也有和我有几分相似呢。我的嗓音天生就是这样，如果相似，那就是你模仿我了。秦墨，你知道的，我的嗓音一直是这样呀。那我还说我家小雨一直这么唱歌呢。你家小雨，顾小雨，婚还没离明白，就跟其他的男人不清不楚，还当着晨晨的面。你少在这指责我。从你眼睛看见那天起，你就天天跟这个女人混在一起，还给别的女儿当爸爸，你倒恶人先告状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是你的妻子了，晨晨也没有你这个爸爸。你是不是非要揪着过去不放？讲不过我就说我揪着以前不放。当着晨晨的面，我不想说那么多，你别再废话。你不想跟我争，我看你是存心的。妈妈，我嗓子好重。晨晨，怎么了？晨晨，怎么了？晨晨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晨晨，你怎么了？晨晨，醒醒！没事，爸爸带你去医院。晨晨，是你干的？什么我干的？跟我去医院，我会把这些果汁送去检验。松开！医生，晨晨怎么样？化验结果显示，那些饮料中含有大量有毒药物，过度饮用会致哑。严重吗？幸好喝的很少，我们已经进行了洗胃和进一步治疗，对孩子的身体应该不会有太大伤害。致哑？你干的！顾小雨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我和秦墨才到多久？不可能给他下来。你不去找咖啡厅的事，没有证据就污蔑我是吗？李思柔，你知三当三，哄骗秦墨，我只当他是瞎了眼。这种狗男人我不用你爸，但没想到你如此心狠手辣，敢伤害我的孩子，饶不了。秦墨，他打我。小雨，这件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思柔她还不够水落石出吗？医生都说了，饮料里含有毒致哑物质，只有他李思柔想让我变成哑巴吧。哎呀，小雨，你别太激动，晨晨受伤了，我也很心疼啊。心疼？收起你那嘴皮子上的心疼吧。这些年我辛辛苦苦把晨晨带大，你冷落我、忽视我、仇恨我的时候，只有晨晨陪在我的身边。现在我的孩子受到伤害，你却为别的女人说话。你说你心疼，你心疼在哪儿了？顾小雨，秦墨是晨晨的爸爸，倒也不像你说的那么不堪吧？别说了，秦墨，我只是不想他误会你。够了，李思柔，你下药说明你心虚了，很好，继续保持你的惊慌和恐惧吧，你永远得不到不属于你的东西。小雨，滚！我说的不够明白吗？滚啊！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彻查到底，给你和晨晨一个交代。秦总，您要找的人到了。秦先生，您真的康复了？您就是我当年的主治医生，是您和我说我的眼睛只有小概率的康复是吗？是。我有事情要问你。是关于顾小姐吗？当年我曾嘱托过顾小姐，只要坚持眼部的复健按摩，再搭配药物治疗，是有机会达到手术标准。只是这个机会微乎其微，如今看来是顾小姐坚持下去了吧？这10年来，她没有一天停止过。看来啊，顾小姐是真的爱你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当时顾小姐刚见到你就哭得十分伤心，问了我们好久有什么别的治疗方案没有。她找到你的时候，她是哑巴吗？这说来话，你快说。当时的你心理创伤严重，不愿意接触任何人，于是顾小姐为了接近你，就主动提出装哑陪伴你，这样她就和你一样有缺陷了。没想到您果真就接受了，她不会这10年一直装哑？
秦总，您是不是对顾小姐有什么误会？顾小姐不可能是那种不怀好意的人。什么意思？这些年一直都是顾小姐一个人在无微不至的照顾您。您那时候喜欢摔东西，她就把家里所有的易碎物品全都拿了出去。您不爱吃药，她就把药磨成粉放在碗里，让您吃不出来，怕您眼睛看不到摔到，她就会把家里所有的墙角桌角全都包了起来。这些不都是我姐做的吗？秦总，这你也信了？您姐姐这个人贪功好进，总是爱把所有的好处都揽在自己身上。顾小姐也不跟她多计较，就连有一次她差点把集团搞破产，还是顾小姐去善的后。那天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，顾小姐一回到家，一身的伤。还是选择遗忘，我都不肯去想。你知道我们班是叫顾小雨的吗？怎么了？发生了啥？战争不知道招惹了谁，前几天刚摔倒流产，今天还是被人下药。等一下，你们说谁流产了，谁流血了？已经离婚了，你又来干什么？你和我出去一下。我10年前的主治医生都跟我说了，你根本就不是哑巴。所以你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怪我欺骗了你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么无情的人吗？秦墨，你带着别的女人四处耀武扬威，抛弃你的妻子，不认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还不够无情无义吗？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肚子里孩子没有的时候你不告诉我？那个时候你还要装哑巴？你都知道了，那你有想过，晨晨求你去医院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？我被送你手术室的时候你做了什么？晨晨想认你这个爸爸的时候你又做了什么？从你选择那个女人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已经死了。我知道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是我做错了，但是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有权知道这些。可孩子已经没了，你认错，你认错就能把孩子找回来，就能改变过去，就能弥补对晨晨的委屈吗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也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只想向前看，和你撇清关系，重新过回我自己该过的生活。安排的宴会上，他在我面前摘下了眼罩。那个人，我看到了他就是李思柔。但是你比赛的时候，你的歌声吸引了我，你跟小铃铛的声音真的太像了。小雨，我求你告诉我，你是小铃铛吗？等李思柔演出的那天，你会知道谁是小铃铛。金乐奖今日正式开幕，今日将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到来。10年前，他悄然谢幕，成为了很多人的遗憾。而今天，他将重燃歌坛，为我们带来消逝已久的天籁之声。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。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加油！
顾小雨，这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今天可是我作为天后的首场演出，听听那些观众的欢呼声，整个乐坛都在期待我的回归。我就是今晚最闪耀的主角，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希望待会儿你上了台也能这么有信心。那是当然，难道你还不明白？秦墨他真正爱的人是我，是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假面天后。即便是你陪了他10年能怎样？给他生了儿子又能怎样？只要我出现，他的心里就只会有我。真是活久见了，我还第一次见到骗人把自己骗入了戏的。说谁是骗子？你不是小铃铛，你也不是假面天后。你胡说，我就是。你根本就不是。不，他为什么那么肯定我不是小铃铛？他还和天后的声音那么像，难道他才是？这不可能，天后早就死了，世上早就没有假面天后这个人。怎么害怕啦？我会怕？都说了，我就是天后。小雨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我和秦墨是真心相爱的，动手也解决不了问题。顾小雨，晨晨的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你这样对思柔不合适吧？我为难他？秦墨，都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回来的。如果我没出现，就不会拆散你们。可是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才会回来的。他这样做，我也能理解。是吗？那我现在就让你好好理解理解。这一巴掌打你不知羞耻，知3当3。这一巴掌打你女儿故意推我，让我摔倒没了孩子。这一巴掌打你让晨晨对父爱失去信心。顾小雨，怎么，你心疼了？那你替他受。小雨，你够了！秦墨，待会儿你会在这儿看他演出对吧？我特别好奇，等他开口唱歌了，你会怎么想？秦墨，我的脸都受伤了，待会儿还怎么演出啊？不是用面具吗？戴上呗，免得丑态百出。秦墨，他怎么？他最近是情绪激动了一点，因为晨晨刚出事了。行吧，那我就不跟他一般计较了。你一会儿就要上台演出了，观众就要看到你了，你还要唱你那首成名曲。是啊，怎么了？思柔，你真的是假面天后吗？我就是假面天后啊，秦墨。顾小雨是不是又在你面前说什么了？他的话你能信吗？他就是因为恨我把你抢走了。我的歌声会证明我就是假面天后。这一天终于来了。感谢大家支持。下面我为大家带来一首《至少还有你》。李思柔，小铃铛真的是你吗？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。这不是小铃铛的声音。你的中文有了这也太假了吧！假面天后怎么可能是这个音色？主办方在搞笑吗？请了个冒牌人物。别唱了，你唱的很假，知不知道？别丢人现眼，赶紧下来！怎么可能？我模仿的就是天后的声音，为什么他们能听出来？李思柔是假冒的，她根本就不是假面天后，她不是小铃铛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，而你在这里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，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。是假面天后的声音，真的天后来了！你是谁？你为什么在唱？停下来！这是小铃铛的声音，
停下来！别让他伤害天后！这个骗子！把这个骗子赶下去！我们要听真的天后唱歌！这个骗子还敢假扮天后，收拾他！走啊！走啊！不许唱！我才是真正的天后！走啊！你到底是谁？你你个小女！你到底是谁？你你个小女！打死你个家伙！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，我总记得在哪里。嘿，在哪里？今天我要向大家公布我的真实身份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假面天后，只有顾小雨。真的是你，顾小雨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假面天后，只有顾小雨。真的是你，顾小雨。顾天后，顾天后，天后终于回来了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好像那是一个春天。竟然是季迎春，你可当虎难行！难道季迎春是天后的爱人吗？他们竟然同台合唱了耶！回头，我记得，可我快忘了。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好像那是一个秋。他们看起来真般配呢，哥哥好帅，天后也好美呀！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谎。你经过我是风起浮动我的发。泰戈尔曾说过，沉默是一种美德，但在喜欢的人面前沉默便是一种懦弱。我已经懦弱很久了，今天我想勇敢地对你说，我爱你，顾小雨，我一直都很爱你，和我携手告别余生所有时光，好吗？答应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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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他。你曾经告诉我要做回自己，这一次我选择做自己。小雨，我这次真的是瞎了眼了，我认错人了。小雨，是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小雨，小雨，小雨。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在爱情中，我是妻子；在亲情中，我是母亲。不过这些都是他们给我定义的身份。你好，再次见面，我是顾小雨，永远自信，永远光芒万丈，永远属于自己。不要为任何人而改变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取决于你自己。大步向前，别再停留过去，请做自己人生的